上帝是引力。第二部分，作者杰弗里·斯科特·弗莱舍。三位一体科学是一种借鉴牛顿科学而非主流理论科学的流派。约翰尼斯、开普勒、艾萨克、牛顿爵士和尼古拉·特斯拉就是这样看待科学的。很少有人理解开普勒、牛顿或特斯拉，这本书就是证明。三位一体科学是我们可以证明的，理论是我们无法证明的，所以不要混淆它们。宗教相信上帝并非物质存在，或者只以精神形式存在，而三位一体科学证明了上帝就是引力。只有撒旦才会相信引力是离心力的理论，以此来反驳上帝就是引力。你无法通过观察来判断光的移动方向，因为光以我们所说的光速移动。静态光不会移动，而宇宙会移动。区别在于，如果光移动，它就会有加速度，而静态光则没有。爱因斯坦的理论自相矛盾。在这两种理论中，光都是动态的，但他的第一个理论即广义相对论认为宇宙是静态的，但他将其改为动态的，称之为狭义相对论，以适应埃德温·哈勃的膨胀宇宙理论。这证明爱因斯坦为了迎合他人的理论而修改了他的理论。牛顿证明了光没有加速度，因此它是静态的。这证明光会远离我们膨胀，但星系不会。任何动态的事物都会运动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光都无法改变这一点。宇宙是动态的，以光速向各个方向运动，这就是宇宙看似膨胀的原因。但如果它以光速膨胀，现在早就消失了。要证明宇宙膨胀并非事实，要证明大爆炸不存在，这违背物理学和常识。上帝是静止的，而宇宙是动态的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 F 等于 G 乘以 m1 乘以 n2 除以 r平方。F 是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， G 是万有引力常数，约为 6.666 乘以10的负11次方乘以1立方米乘以1000克乘以2秒的平方。m1 和 m2 是两个物体的质量，r 是两个物体质心之间的距离。地球自转速度是地表重力加速度的近似值，约为 9.8 米平方秒，或约32英尺平方秒。请注意，666和32是摩西五经或圣经中的共济会数字。这证明了地球的频率是 6.666 赫兹，也是我们以每小时66666英里的速度绕太阳公转的原因。度量衡掩盖了这些事实。电产生光，我们的脑电波显示电波形。当我们死亡时，我们的脑电波会变平，我们的灯就会熄灭。这证明光就是我们的灵魂。这意味着人们以千瓦为单位买卖灵魂，也是为什么理论科学和宗教不教授牛顿物理学的原因。宗教是对圣经的一种解释，但如果你从字面上理解，它并不是圣经所说的内容。例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在诗篇23篇中，只有母羊或母绵羊会跟随牧羊人，因为这是兽的印记。撒旦只会说我们称之为谎言的半真半假的话，这证明宗教是谎言。但如果你读圣经而不深入研究它，你就会发现圣经不是谎言。巫师是其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，而女巫是可以读写巫术的人。牛顿是个巫师，而埃德蒙·哈雷是个女巫。大多数人都以为是牛顿写的书是哈雷写的。巫术是使用具有多重含义的词语的艺术。女巫们撰写托拉是为了掩盖巫师的炼金术，或者说所有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化学物质。引力是一种拉力，因此地球拉着我们，我们不会坠落到地球上。如果你拿一个光球并用中微子覆盖它，你就可以建造一个三元引擎来证明这个概念。中微子是粒子，需要光来吸引它们，所以你需要一个充满光的球体。我不知道你可以用什么技术来实现这一点，但我知道你需要大量的热量、电和巨大的引力。这个过程会在星系中形成恒星。我无法向你展示三元引擎，就像我无法向你展示太阳或地球核心一样，但你可以看到它的效果。在白光中，所有颜色在白光内以相同的速度传播，但在白光外则不然。
将白光照射到三面棱镜中，你会看到彩虹般的色彩，但不是黑色或白色，也不是任何灰色，因为这些是输入而不是输出。作为证明，白光穿过的云层顶部是白色的，但底部会逐渐变成灰色，直至黑色，这证明它们不是颜色。这就产生了引力。地球内部的三元发动机在绕太阳公转的过程中被拖曳着穿越太空。太阳拥有一个绕银河系公转的三元发动机，以及一个绕其他星系公转的三元发动机。一个原子吸引另一个原子，这种吸引力被称为引力，它驱动着我们的地球运转。频率决定了引力的强度，我们的频率是 6.66 赫兹，这是引力常数。我们的智慧源于光。所有物种的生命都使用相同的能量。我们都有一个与三位一体宇宙相连的灵魂。光就是上帝，上帝是全然光明，没有黑暗。因此，上帝没有颜色。宇宙储存着我们的记忆，而我们大脑的唯一功能就是将我们与它连接起来。这就是我所说的银河系 Galactus。如果我们相信轮回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记得前世。撒旦是那些说半真半假话的人，我们称之为谎言。宗教或理论就是用来欺骗你的。妥拉或圣经是我们认同的真理，但并非人们的观点，而理论或宗教才是真理。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想要相信的，但这不是权利。我们应该只相信那些我们能够证明的，或者承认自己疯了的东西，也就是相信那些不真实的东西。当我们学习到错误的东西时，很难忘却，而光的动态性就是其中之一。认为光是善的，黑暗是恶的，这种观点源于撒旦的教义。上帝并非实体存在，而是以灵体或幽灵的形式存在，而非圣经中所说的万物皆有光，无黑暗。不要让撒旦重新定义你的现实。学习上帝创造万物的真理。光是静止的，而上帝存在于原子之中。如果你想了解三元宇宙，就必须了解光。起初有光，后来人类发明了宗教和理论科学，这导致了黑暗时代。三元科学旨在通过向你解释科学的魔力，理解光，使你变得更明亮、更智慧。逻辑是我们思维的基石，也是我们决策和行动背后的推理基础。很少有人理解它，运用它的人更是凤毛麟角。如果你理解了光，你就能理解一切。万物皆为光，所以光是你唯一需要理解的东西。我们称之为上帝，但光只是它的一个方面，也是上帝在物质层面的体现。妥拉和圣经都说上帝是全然光明，没有黑暗，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全部。三位一体科学是关于上帝的科学，它用三位一体科学来证明，我证明了它，而不是你无法证明的理论。阴阳存在于三个空间中，黑色、白色以及它们之间或周围的空间。黑色代表负性，白色代表正性，空间代表地面。三位一体也是如此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大自然之灵。每种文化都有其概念。美洲印第安人，如霍皮族、拉科塔族、祖尼族和普维部落族的宇宙观认为地球是母亲。地球生机勃勃，反应灵敏，是大地，承载着记忆、震动和神圣的几何形状。它是一个子宫，有通往重生的道路。印度教梵天、毗湿奴和湿婆分别代表创造者、保护者和毁灭者。古埃及奥西里斯、伊西斯和荷鲁斯分别代表父亲、母亲和孩子。希腊神话宙斯、波塞冬和哈迪斯分别代表天空、海洋和冥界。这证明世界各地的文化早已了解这个概念。这个概念就是上帝、重力、能量和我们的灵魂。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，我将根据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巫师开普勒、牛顿和特斯拉的理论，解释三位一体宇宙的运作方式。